小水滴折射生活无限精彩。阳光海岸4天3晚的旅程，我做了精心的策划。可是后来发现，有时候不经意的小意外也给了我们很多的惊喜。我们现在来到海滩边看日落。这个 Pony Brook Beach 很少人知道，非常的安静。太阳就快下山了，好美。我们也是碰巧在看我们所住的民宿附近的地图的时候，看到这个向西的海滩，就过来看日落了。没想到这里的海上日落让我们惊艳了。这边太阳才下山。我把照片发到朋友圈，好多朋友都问这是哪里的海滩。那边月亮就出来了。在去海豚湾的路上，我们看到一处非常宁静的海滩，风景很优美，又没有什么人，只有一张野餐桌，我们就决定在这边午餐。嗨，小 J、小 C， 你们在干什么呀？我们在抓小螃蟹，玩小螃蟹。这就是我们一个螃蟹家族，我们才给它布置了一个生态园。我们观察它们，可以看到它们喜欢在石缝里面，这些缝里面还喜欢，你看这里其实有很多是它喜欢钻到沙子里面，否则它就会不高兴。有好多不同种的，有绿色的，有红色的，还有白色，还有一些很黄小色的、褐色的。你发现什么了？一个生母。哦 ，jellyfish， 透明的。我们民宿的主人介绍我们附近一处 Secret Beach 神秘海滩，要从一条幽静的小路走下去200-300米。这里几乎没有游客，整个海滩没有沙子，而是铺着一层厚厚的各式各样的鹅卵石。结果我们老人小孩捡石头都玩疯了，而小水滴爸爸则爱上了海浪拍打鹅卵石的声音，是在其他海滩没有听到过的。他又做了一首诗：曲径通幽暗，鹅卵配天蓝，海浪轻奏乐，随遇便为安。现在呢，我们在 Ruby Lake， 而这里就是淡水的湖，那我们可以在这边游泳，特别的舒服。这边也不是很冷的，还行。姥姥姥爷在这里晒太阳，2个小朋友在这里玩水。2条小鱼在水里。这是我们自己租的 B&B 房子。我们租的这间房子呢比较老，但是也非常有特色。那我们现在过来看看吧。这就是一个餐厅，来，它这边很特别，这好像是一个可以真的烧火的炉子。你看那边还有木头，对不对？这里是外面的阳台，有躺椅，坐在这里很舒服。这边的院子里有一个小小的 tea house 茶室，还可以做瑜伽，有个 barbecue 的炉子。这里是后院，看那边还有一个吊床，坐在吊床上享受着大自然，好舒服。爸爸还赋诗一首：吊床，绿荫织锦红作线，骄阳穿林洒金钱，遥躺近看流云过，浮生若梦10000年。还有个这个温泉。对呀，这个还挺吸引人的。对啊，下面还有个吊床。舒服吧？哎，这里有只小鹿在那里吃黑莓。
们登上了回去温哥华的船，我们这个3晚4天的旅行就此结束了。后面呢就是Sunshine Coast 了，然后我们这个板刚刚翘起来，船刚刚移动，拜拜啦Sunshine Coast。现在已经是晚上8点半了，太阳已经下山了，然后你可以看到有些红色啊、紫色的云，特别美，晚霞。如果需要阳光海岸4天3晚的攻略，请把您的邮箱留在评论区哦。如果喜欢我们的视频，欢迎点赞、评论、订阅、转发。Thank you。